啊，这条栈道，我们来看看这个湖区。这里有几条稍微大一点的鱼，是不是产了汁以后啊，小鱼呢，你看啊，就会游到湖里。这个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这边也养了些鱼。有一片绿道，广东万里碧道金山湖。那么就沿着这个碧道呢，再往前走一走。这个栈道呢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边上的这个湖水啊，已经染成了黄色，显得非常的脏。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金山湖3个字，算是这个公园的招牌吧。嗨，大家好，刚刚送家人进城去参加一个聚会了，回来的路上呢，雨停了，但是现在感觉吃饭还有点早，所以就把车停到祈福新村边上的一个公园，叫金山湖公园。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地方还弄了一个小喷泉，这个应该是冼星海的形象啊。有一座宝塔，应该就是纪念他写《黄河大合唱》这个曲子的这么一个意境啊。金山湖公园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进来了，因为以前很喜欢到这边来呢，是可以骑行。这个金山湖公园啊，主要就是有一个人工湖，就叫金山湖啊，大概周长4-5公里吧，骑行是最好的一个去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边就禁止自行车进入了，就此呢也就失去了对它的兴趣。但是如果偶然到这边来散散步、走走路，其实也是不错的。只不过就是从祈福新村走过来呢，要经过一段车水马龙的道路，所以一般很少会走到这边啊。骑车呢，可以去到它的一个后面的，在新义路上那个门。好，我们这边看一看吧。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这个金山湖，对面这条马路呢，就是金山大道。金山大道上呢，有广台高速，这边有一个出口就叫金山湖。对面呢，就是金山谷的一片楼房了，包括那个义库，我经常骑车进到里面去的那个地方。那边那条马路呢叫东义路，也就是说我们从星光大道出来啊，你可以走金山大道，也可以再往前走一条东义路呢，都可以回到祈福新村。所以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路过的地方。刚刚我车呢就停在前面这个小的停车场啊，但其实进到这个里面来呢，大家会把车停到湖边啊，应该也不会阻碍别人步行。这边还有一个新海峰雕像样稿简介，这是刚刚我看到的后面那个雕像，但是这个据说是一个模型啊，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作品。在这个金山湖公园里面散步啊，其实还是蛮幽静的，因为它毕竟还是稍稍离开了外面的大马路的车水马龙，所以这边呢绿树成荫，可以听到鸟鸣，还有知了的叫声，就感觉还是很不错啊。今天虽然是下雨天啊，这几天天天都下雨，但好在呢，下雨也是降了温，现在大概气温也就是27、8度的样子吧，所以在这边散散步呢，也一般不会出汗啊，我们可以在这边走走，就当今天的一个日常散步锻炼吧。
其实你看啊，这个步道上啊，专门画了一条骑单车的单车道，但是呢，居然现在不让单车进来骑行，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已经忘记这个金山湖公园是哪一年建的了，肯定有1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当时外面这条金山大道啊，就建广明高速啊，好像是跟这条广明高速同时建成的一片水库，一片湖区。但是它到底目的何在啊？只是用于大家休闲观光，还是担负着一些水利方面的水位调节这样的作用呢？我们也没有搞清楚。但不管怎么说呢，有这么一片湖区，有那么一大片的绿地啊，就大家到这边多了一个休闲的去处。从这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去处。从这边开始呢，有一条栈道，我们在这个栈道上面走走。你看啊，下雨了，像这种大的类似蜗牛这样的螺丝啊，都爬得满地都是。这条可以让大家散步的栈道啊，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啊。它也蛮长，到那边还可以拐个弯啊。那我们就走到头去看一看。这边就已经听得到外面的马路上车水马龙，那就是星光快速路。刚刚就从这条路开车过来的。但你看啊，马路的对面已经高楼林立啊，全部都是居民的住房了。那这个区域呢，一直都在进行城市改造，就是把以前的乡村地带呢拆迁以后啊，让他们集体住上了高楼，那就腾出很多的地来发展商业以及其他的项目。这条栈道，我们来看看这个湖区。你看这边就好像是一片湿地，那些植物都长在水中，非常原生态啊。不过我们小时候啊，到那个乡下地方去捞蝌蚪啊，捉蟋蟀啊，就是那种环境。这个湖面上也有一些飞鸟，但数量好像不是很多。不知道这个湖有没有专门养鱼啊？但好像我看这个湖面上并没有那个鱼在游动的样子。这里还搭了一个亭子，这应该是可以上去的吧？我们走上这个亭子去看看。这个亭子上面啊是有这些凳子的。我们先来望望湖。从这边望过去呢，就是祈福新村那边的楼了，主要是缤纷汇还有祈福大厦。那边也有祈福医院的大楼，这边看过来呢，祈福新村还在建的高楼。这个边上现在环境已经不错了，就看不见什么旧房子了，
从这边望过来呢，那边就有耀盛新世界，那边下面呢有 K11的商场，我们可以在这个凳子上稍微的坐一坐，这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我的身后呢就是金山湖，我的眼前呢就是星光快速，再转过来然后就是金山大道，走的是广明高速。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适合在这来散步的。如果继续往前走呢，那边还有一个凉亭，可是我以前走过，那边就是没有路可去的了，那我就不一定走那么远了。刚才说这个湖里没有鱼，这个地方还搞了一个网箱，专门是养了一些鱼在这里。这个鱼为什么会养在这个一个网箱里面呢？有些是很小的鱼它可以穿过那个网箱去到外面去的。这里有几条稍微大一点的鱼，是不是产了汁以后小鱼呢，你看就会游到湖里。这个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这边也养了一些鱼，但这些鱼呢都应该是野生的，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现在我继续在这个栈道上散步，然后呢就走回刚刚我走来的地方。这一片湿地看上去比较凌乱但是让人感觉生机勃勃，很多小昆虫、小动物、鸟类应该都栖息其中，成了一个生态这个自然界其实还是要保留给那种人类以外的生物们的一些天地，让它们能够生存，能够循环往复，一直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人们现在吃饱饭以后都过上了相对来讲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后，就可能要多关心一些身边的其他的这种动物包括其他种类的生物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人类越来越爱护小动物了，甚至呢家里也会养一两只宠物，由此呢宠物医院也应运而生，生意越来越好。那我觉得这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延伸，就爱屋及乌，在这个世界上面生存生活着，当然有时候也会一些压力，但更多的呢是自己成长，给家人带来价值体现等等的这种自豪感。那由此呢也觉得自己有了一些能力就要保护这个环境，让世界上的其他的生物呢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得到一些照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类的情感的宣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这其实就是人性应有的品格。耳边传来叫得最响的就是知了声，就是那些知了到了夏天来到了它生命怒放的周期，虽然它的生命很短但是它也叫得非常嘹亮，并由此呢完成世代传承。从我眼前看过去
都是金山谷的一些楼房，都是深圳那边的招商地产来起的这些楼。这个楼的样子呢，我觉得跟周围的环境还是非常协调的，质量应该看上去不错。刚刚我就从前面走过来的，我们在原路走回去。你看啊，边上还是有很多种的植物啊，像是棵大榕树，你看它的细根，没人干扰它呢，就会垂到地上，慢慢的就形成另外一些枝干，然后会越长越大。这个就是榕树的特点，也是非常美的一种树。这些绿树丛中啊，到处都会有一些小的凉亭，让大家到这边来坐一坐，静一静，做一些思考。当然有时候也会家人朋友啊在那边坐着说提几话。右侧这边实际上是有个山坡的，你说它是一座小的矮山也不为过。在番禺这边的这种矮山其实还挺多的。现在雨后天晴，我闻到的都是那种植物的清新的味道，还是感觉不错的。现在我就在这条原本的自行车道上面散步，围着这个金山湖呢行走。我不知道能够去到哪里了。我的右前方呢就是我刚刚停车的那个停车场，但我打算呢继续再往前走一段。这里有几个字，我们在金山大道上开车一定会看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州呢身处南国，一年当中大概有5-6个月都是比较炎热的，或者就是夏天的感觉。大概还有2个月不到3个月的时间呢，就像秋天啊，就感觉会稍稍的舒服一些。那还有1-2个月可能就会有冬季的感觉。但整体来讲呢，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四季啊，你不用穿非常厚的衣服，甚至大半年呢都穿个单衣服啊，甚至你穿个短袖衣服呢也能扛它个7、8个、8、9个月。那对于人来讲啊，就挣脱了很多衣服的束缚，这还是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但是呢，就是你要面对长期的这种高温天气，有时候啊，不仅仅是热，而且是一种闷热、湿热啊，这种感觉呢非常不好。从过了年以后的春天开始，就进入到这种潮湿的天气。就北方呢，有些地方，特别是江南一带也是会有回南天的。也会有梅雨季节，但时间一般很短，半个月不会超过1个月。但广州这种湿热呢，那真的绝对是持续半年以上的。昨天我还收到电力公司来的短信提醒啊，就说你们家的这个电费已经到了第3级。那我当然没有仔细去算过第3级以后到底怎么回事，但是大概呢就是说，每一级它会以不同的这个比例来算你的电费。到了第3级呢，就相对比较严重了就你必须要为多付电费做好准备了，大概就这个意思。但是这种天气，你说你不开空调，
真的是不舒服。即便在晚上稍微凉快一点，你不开呢，这个房子里面还是比较湿的，所以即便多花些电费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好，现在呢，我来到了湖的另外一侧了啊。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另外一片的金山湖的区域。你看啊，这边还做了乒乓球桌呀、锻炼身体的设施啊，包括还有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等等啊。所以这个金山湖呢，还是蛮大的啊。你要完整的走一圈呢，我觉得你可能得要花个1个来小时吧。这个地方呢，我以前骑着单车啊，就骑行过很多次了。今天呢，只是走一走，因为按照公园的规定啊，是不让骑单车了。再加上这个路面都是潮湿的，骑单车确实感觉也不怎么样。这个地方还有一片区域写着游客止步，在这边种了很多竹子，好像有一片森林，感觉还是不错的。左侧这边呢是有一座桥，其实应该是一个水坝啊，就把这个湖呢分成两边，有一片绿道，广东万里碧道金山湖。那么就沿着这个碧道呢，再往前走一走，这里算是健康步道的起点啊。你看这种环境啊，如果说你开个车，就停在我今天停车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在湖边走一走，体力好的呢，甚至可以围着湖走个4-5公里啊，就完成环湖的步行。体力差一点的呢，你可以挑几个地方稍微的走走，甚至还可以找一个凉亭呢，坐下来，可以吃一些自己带来的干粮，也可以啥事也不做，发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我发现这个树上还告诉你听啊，是什么牌子的树，是什么名字的树，这叫海南普桃，是一个桃树，不知道结出来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这边也有，这是一棵樟树，樟树就相对比较普通了。我看上海很多街道啊，现在都是用樟树作为马路两边的绿化树。这片湖呢，就有点狭长啊，感觉好像一条河的样子。这又是一棵什么树呢？秋枫，是枫叶吗？但现在你看啊，这上面好像也没有几片叶子啊。这棵秋枫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叶子就比较多了，比较茂盛。
我记得有一回啊，走到这里的时候啊，这边正在大兴土木。我想，我现在看到这个高架桥呢，应该就是兴业大道啊，它跨在星光快速路的跨线桥了。哎，居然这边还可以走到外面去了。对面呢就是李伦洞村的一些回迁房。这个地方是有个出口，可以出到外面去。但是我还是回到里面去走吧。这里还给你竖了一个大伞。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啊，对面就是祈福新村。可能因为是下雨刚停的缘故，就附近的居民到这边来散步的人非常之少，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在这边独行啊，就感觉这个地方一下子完全被一个人所拥有啊，就感觉还是非常的富有。有时候啊，在这边住的久了以后，就感觉没有什么新鲜地方可去啊。因为能够骑行的、能够去逛逛的地方呢，早就逛了无数遍了。就有时候会有一种选择困难。但其实呢，你不要这样想啊，你随便走出家门就好。任何一个地方呢，虽然你可能走过无数遍了，但是季节的不同、时段的不同啊，那我觉得你还是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东西。最起码这些季节变换带来的这些植物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当然也包括这些公园里面可能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设施什么的，还是非常值得，可以随时来走走，都会有些新鲜感。即便没有什么新鲜感啊，你也是在这些绿意丛中走了那么一圈，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愉悦的。我觉得你出来散步也好，骑行也好，最主要的并不是分享给别人，而是让自己的内心愉悦啊，状态变好。那我觉得这个是首要任务。当然了，分享给大家，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很多同龄人，年纪跟我相仿的人呢，大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那互相呢也是可以切磋，通过观摩交流，也是可以受到一些启发。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抛砖引玉了，是无为而治。那可能也是有一点点意义所在的意义吧。你看这块地方，我记得以前就没有搞过，现在好像也在进行一些改造。里面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凉亭啊，就有更多的休闲的空间了。这个左手边呢，你看这个小湖，虽然面积不能算大啊，但是
对于一个人来讲，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湖面，我觉得应该已经足够了。这边有几棵大榕树，我觉得榕树是岭南地区，当然也包括其他的南方地区最美的树种。这边也会有一些宣传栏，这里面展示的是一些鸟类像白鹭，更多的是一些植物，杨桃丝瓜苦瓜等等当然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动物但我们在这边遇到动物的机会其实并没有很多。我们来看看这个金山湖水库包括上中下北4个水库并不是分成2个。流域给予面积是 1.67 平方公里，2505亩，这还是蛮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有 3.3 公里的环湖道，只有2公里的绿道，住在附近的人是可以到这边来经常逛一逛的。这里就是我刚刚走了一圈健康步道的终点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湖区，我们往前再走一走。这个湖的外面就是金山大道。我手持的360相机基本上镜头跟我的眼睛是平齐的。我觉得这样走呢，这样拍出来的风景就完全就像我眼睛看到的，就是一个普通成年人他的身高，他的眼睛望出去的视野，就是我现在看出去的这个视野。所以我拍给大家就仿佛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就像亲身经历一样就完全就是通过这个自己的眼睛来看到外面的风景。我们来看看现在正对就是金山大道。刚刚从那边一路这么走过来，其实已经走了不少路了。我们继续往前走一走。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远一点地方正在建高楼，写着金湖1号，有省实验学校进驻就我前些天我还专门到这个附近去骑了行了一圈，结果呢遇到了一场大雨，被淋了一个落汤鸡，就是在这个附近这边也有个亭子但是是锁住的，这是一个什么蚌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原本就有一个侧门你看我以前骑单车都从这边过来的，但现在呢有了一些阻挡，就不让你骑单车进来了。看来外面的这块地将来都会进行楼盘开发的。从这里望过去呢，这片湖区就很像一个水库了。那些高起来的马路呢，其实就是堤坝、堤岸。你看这个左前方呢，我现在正对的呢是金山湖的另一段这种水中的栈道，那边也有几个凉亭，但我估计应该是没有办法绕回去的但我们也走到那边去看看。
那这边呢，基本上就是金山湖的一个终点了。然后你看这个右侧这里围墙里面呢，不知道是广东工学院的一个校区呢，还是一个楼盘的开发的地方啊。就总之，这应该金山湖就到此结束了。刚刚我在金山湖就感觉到这个水分成2层啊，只有一层呢，真的就是碧绿的，但也有一层呢，就是泛黄的。你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从别的地方注入到这个湖里的浑浊的这种水。这里上有个小门径可能金山湖应该就到此结束了吧。这个里面就是别人家的地方了。前方有一座楼呢，应该是金山湖的管委会他们的办公的地方。这里呢又有一段栈道，我们下去走一走。你看这个栈道呢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边上的这个湖水已经染成了黄色，显得非常的脏。对面呢就是祈福新村的办公楼，还有边上的祈福的高楼了。这里有个凉亭还不错。这个上面呢就是金山大道走车的一条大马路。这个栈道到此结束这个上去没有路了，给封住了。我身后的凉亭呢，有人在那边独处我觉得我就不要去打扰别人了。我们还是沿着这条栈道再走回去。我们先在这边再来看一看这个湖，应该说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开阔的地方，就在金山大道的边上。虽然左侧围墙里面不知道谁家的地盘。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个湖里本来是碧绿的湖水，但是前面有个管子排出来，就那种非常浑浊的，这不知道从哪来的，是伴随着这种建筑垃圾，还是冲刷下来的这种垃圾的水，就完全随意的排到了这个湖里了。我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管。好了，我还是从这边走回去吧，只有这样的走法好，我们从这个门再走回去，再走回金山湖公园，围绕着这个湖呢，再走回我刚刚停车的地方其实这里应该是我停车到这边最远的地方了，但是趁着这种湖光山色，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所以我们就开心的再走回去。我的相机提示我呢，已经整整走了1个小时了。我觉得这段路应该有个4、5公里了吧。感觉这样走走也不算累但是好久没这样走了，就感觉还是费些力气，就也没有骑车那么轻松。
我不太清楚啊，大家平时都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休闲兼健身？就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方法，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他们自己的一些心愿都不太一样。但我想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就是让自己的晚年生活的比较有活力，最起码手脚能动，可以自由行走活动。那同时呢，也会对眼前的景色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就有一种愉悦感啊。就到了一定年纪呢，大家都应该想得通，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坚持。就人是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只能尽可能的延续着青壮年时期的体力，当然最好也保留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爱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啊，在这样一个年龄段，慢慢的呢，就是也要面对现实，也就是说立足当下，怎么能够去让自己健康开心的活着啊？那有些东西呢，该放弃的放弃，因为即便你不放弃，你也会被抛弃。人生它从一开始，它就是走向一个终点啊，是谁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在人生的晚年时候，自己觉得活得还是很有意义、很愉快，那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圆满。虽然每个人的寿数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但我觉得快乐可以自己争取。今天运气还不错啊，我开车出去和回来路上一路都在下雨，想着今天应该是没地方可去了啊。但是到了金山湖这里，不但雨停了，你看还一直都是晴天的感觉了，所以可以完成今天环金山湖的步行，我觉得也是一种运气啊。又来到了金山湖这个侧门了，这里你看积了不少水了。这边的湖水呢还是碧绿的，像镜子一样的，把边上的这些绿树啊、山坡啊，还有房子倒影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湖的总面积呢不能说大啊，但是它分成好几个区域，区里拐弯的步道啊，就走起来呢还是费点距离。那现在呢，我已经基本上接近我刚刚出发的地方了。前面呢有一座桥，其实就是分割湖区的一个水坝。我们从那个堤坝上走过，就可以回到刚刚出发的区域了。刚刚我就是从前面这个健康步道走过来的啊，它是一条环形的步道，
现在呢，我就走上这个堤坝一样的桥，走过这个桥呢，就可以回到我刚刚出发的附近了。我们来看看风景啊！你看，这个左侧也是一片湖区。我的右侧是更大的一片湖区。你看对面那个金山大道啊，它有一部分就是建在这个湖上的。看这边是小鸟的天堂，很多树都有鸟窝。我看这个鸟儿飞上飞下的，感觉它们应该也挺快乐的。天气要是干燥的话呢，很多家庭都会带着小孩子到这边来扎帐篷，因为以前每次来呢，就会见到很多人在这边搭帐篷的。这个地方呢，就有金山湖的3个字。差不多已经逛完了金山湖公园了。我现在正对着呢，就是金山大道上面啊进来的金山湖公园的正门吧。然后这边就是金山湖公园，我们走到湖边去看一看。这边我记得是有一个码头的，看看这边天色蓝色，蓝天白云，看上去是不是更美？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金山湖3个字，算是这个公园的招牌吧。好，再往里面稍微走几步呢，就是停车场了。我在那边取了我的车呢，就打道回府。时间呢也来到了1点多钟了，准备回去吃中午饭了。今天就在金山湖散步，围绕着金山湖呢，基本上走了一圈啊，就没什么人。下雨的缘故啊，就感觉又能满足自己独处，又扎扎实实的步行了4、5公里，就内心感觉还是相当满足的啊。就每天呢都有点小确幸，让自己内心获得一些愉悦，同时呢让自己还能够有活力的去走走看一看啊。我觉得这是普通人的生活的意义了。好了，那今天的金山湖环湖漫步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改日出行再见，祝大家健康快乐，拜拜。